哇，我这只发黄氧化实在是太严重了，关节处无一幸免啊，太夸张了。原来是大腿这种银色，现在直接变成沙漠伪装色了。Hello，欢迎回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。今天一起来玩的是来自日版 PF 金图系列的《赛博坦之战》三部曲《围城擎天柱》。这款我的购入价好像是300块吧，记不太清了，懒得翻那个购买记录了。现在貌似是有点涨价了，二手的都要350左右，零件发黄还严重，全新的就更少了。这款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塑料件发黄，能接受的话，性价比也不是非常高。相比之下，那个二次元配色围城柱子价格更合适，全新的200多就能收到。这款金图主要是为了还原《赛博坦之战》三部曲剧中的配色，又是一款动画还原玩具再还原动画的，这种操作就很迷惑。动画里面也是因为玩具造型也做了这个5毫米插孔，新的系列狂野之王也是的，都是拿玩具建模直接做这个动画主角。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新的潮流啊，还是这个动画玩具产业的一种新的偷懒模式啊？咱也不懂这个。整个玩具配色跟那个30的 DLX 围城柱很像啊，最标志的就是这个绿色车窗。我也不清楚为啥剧中要搞成绿色的车窗，可能是想体现出赛博坦这种末世的感觉。也不多讲设定啥的了，咱们 RP 官方就能看这个三部曲是有版权的啊。这个剧很多角色塑造的就很崩，柱子可以说是最绷不住的那一个。整部剧我都2倍速看的，2倍速我都嫌他动作慢，讲话慢啊，直接就聚焦于玩具吧，看玩具吧。再聊剧的话就要开喷了。盒子很漂亮，我这个盒控很满意啊，烫金的字体也很好看。日版这个包装这一块是真的对我胃口啊，特别是一些老的日系玩具，这个拆老日系玩具包装也是一种就是享受。盒子几个面依次就看一下吧，里面还有一份说明书啊，就不拆开看了，大约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模具是大西老师设计的，玩具绝对是好玩具，设计这一块还得是你大西，长得帅的没大西会设计，会设计变形金刚的没有大西长得帅。玩具身高17厘米，V 级别，这个大小把玩起来是最舒适的。来看玩具细节，头雕这次整体蓝色饱和度是偏低的，眼睛的蓝色还算挺好看的。这款眼距本来就大，现在看上去还行，没有那么长。但我记得这个围城柱的 KO 那个眼距就很离谱了，翻模以后眼距更大了，那个 KO 放大的 KO 吧，的确不好看。面罩上、额头上是带亮粉、闪粉的这个灰色漆面，这个颜色在车头加特林机枪，还有这个烟囱、人形的进气格栅都有这种亮粉灰，就是 SS122上面的这种122，我觉得并不是很合适啊这个颜色，但放在这款的话，这种灰色还挺合适的。头是个球冠，转到侧面的话会有点松啊，抬头低头如此。抬头的话，前面盖板可能会有点小穿帮。这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绿车窗了，机械细节是不错，但就是白色裂纹啊，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啊，有点像很多只小苍蝇的宝宝啊。旁边这些个灰色隐影，像墙皮掉了一样。车顶灯有黄色涂装，侧面还有真车轮在这边。可惜的是呢，这个模具没有黑客帝国啊，不能收纳能源宝。但人形态你往这个胸口里面塞一个也没有问题，变形的时候拿出来就行，不然会干涉到。背后这个大背包、大龟壳如此啊，反正跟动画片里面是一样的。还有俩5毫米孔洞，内外都有这个刻线细节，还挺用心的。手臂这里汽车人标志一印，也有这种磨损的效果。这里还有一个3毫米的凸起，可以插上受击爆炸的特效键。平台的话，肩甲整体是不动的，侧面盖板有一个避让。烟囱有渐变效果，不过不能像剧中那样往前当炮射的，只能动这个根部关节这样。大臂有平转，内部偷胶有神秘液压感细节，曲肘幅度略微超过90度。
这款因为不要收纳全透，所以小臂及周围几个面都没有大头胶。这个加特林也可以翻到前面当机枪，里面刻画也很清晰几个炮口。这一块盖板也可以当成通讯器也挺有耐味的。左手小臂没有涂装右手是有的，只不过这一坨黑色的应该是章鱼哥喷在上面的吧。胯部造型很经典，没啥好多说的。氧化开头也看到了，就侧面这里关节颜色都发绿了。腰部360旋转是没问题的，可以利用变形关节来进行一个假下腰。看看氧化重灾区吧，我这只应该是氧化最严重的了全网寻找比我这个颜色更绿更屎的。这种颜色给我的感觉就像什么，像那个 CSGO 时期的战痕累累王蛇，绿的都流脓了，巨恶心。好在玩具没什么味儿我凑近闻了闻，就是怕氧化以后零件变脆。造型的话，看大腿这里，大腿这边涂装也是的，也是章鱼哥大家自己看吧。好在大腿每个面都比较完整，没有什么大的偷胶。小腿造型也很朴素，很经典的设计。这里这种雪花灰尘的遗印，效果跟布鲁克半斤八两吧。侧面2轮胎，脚掌接地幅度并不是很大，前踢、后踢、侧踢分别如此。屈膝幅度是这样的，大小腿连接处也是有一个平转的，大腿根部也有平转。大膝对这种关节的运用还真是炉火纯青的。也许换一个设计师，他搞个危级都要给你大腿跟球关我不说是谁大家都知道。配件的话，一把镂空风格的大枪，握在手上收纳在背后都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盾斧，这个发黄也很严重这个柄。翻开斧头造型如下，收纳的时候记得先收大的再收小的，不然会收纳不进去。可以安在手臂外侧当盾牌，也可以背在后面，枪盾也能做一个结合，这个造型就比较勉强了。OK， 这个人形大体看差不多了，下面就来变形吧。变形完成经典中的经典。经常玩 TF 的小伙伴盲变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轮子滚动性可以，前面铆钉轮，后面是卡扣轮。变形的时候有一小处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侧边油箱按进去的时候要对准大腿这个插口，对不准的话就扭一扭大腿调整一下。如果你使劲按的话，就会像我一样大腿这个部位有白痕。其实这个零件氧化以后，我还以为会变脆呢，没想到还是这么硬直接硬怼出白痕了。车头造型很有特色这个绿色还真挺好看的，质感跟翡翠一样，透亮透亮的。上面车顶灯这里还有个嵌套结构，是真车灯能仔细看到里面2车灯造型，跟人形态也呼应了，挺妙的。真车窗中间会有一点缝打开能看到里面
这里应该就是《黑客帝国》的刻画了。车头绿车窗啊，白色涂装做点缀，有点像雪花，红绿白三色，还真有点圣诞配色的感觉啊。底下这个胯部凸出来一块，也还像胡子，这下更像圣诞老人了。进气格栅，刚刚人形态看的时候是灰色的，车形态就是外面这块透明的，也有覆盖的这么一个操作。车屁股、尾灯没有细节涂装，武器收纳是这样的，车侧也有5毫米啊，随便你怎么 Apple Fusion 怎么插都行。车厢的话，地出车厢是可以给它用的。我手边只有一个铜模的塔吉特车厢，也是可以用的啊，没啥大问题，反正都是铜模具嘛。这下更像送礼物的圣诞老人了啊！你这个刚去塔吉特进的货 ，Santa Pride a Merry Christmas。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，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PF 金图的这个微承柱玩具本身素质还是够的，就是性价比比较低，还容易发黄发绿。我这个应该是最黄最绿的状态了。如果能接受我这个状态的小伙伴入也是没毛病的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不妨来个3连。本频道无广无收米，没有任何形式的玩具商单和软广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，Goodbye。